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今天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儿，那下面有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叫 Gwen， 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我的大学专业是对外汉语，但目前我在一家江苏的公司做 HR， 不过也曾经接触过对外汉语行业，现在呢也有一些同事是外国人，然后偶尔也会教他们说汉语。哦，所以你也算是你同事的老师了。对对对，我是赵老师。赵老师。好，感觉好好正式啊。那你这些同事都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他们有的是来自比利时、法国、印度，可能欧洲的国家多一些。那你的同事在你们公司也使用汉语吗？还是说学汉语只是他们的个人兴趣？学汉语其实主要是在中国里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更多的是生活上，然后也有可能他们会有一个中国的女朋友或者是中国的妻子。我也经常听到我们频道里的学生说他们学汉语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想要跟他妻子或者是女朋友的家人沟通。那我很好奇啊，你的这些外国同事们平时会跟你们聊他们在与中国女朋友或者是妻子相处时遇到的矛盾吗？我最近听到一个这个朋友跟我抱怨说，他觉得他的女朋友帮他打扫家里，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有阿姨在做，他不应该是这个女朋友做，他觉得这个女朋友管得多。其实在中国，如果一个女生愿意帮男生打扫卫生，这个男生应该会觉得很荣幸，而且会觉得哇，我女朋友好关心我啊，真的好爱我啊，对吧？这个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对，但是他觉得这个是过多干涉他自己的个人空间了。这就是文化差异了。对，好，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中国女生对外国男生的常见抱怨。那下面就请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里我们说一下我们引用的例子或者是提到的故事，都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搜集到的女生分享的经历。好，那第一个常见的是什么呢？外国男生渣，就是发生了性关系还不算是男女朋友。这个是在我在网络上搜到的抱怨声呼声最高的一条。好，来分享一下。好，我现在就给你讲第一个。这个女生呢，这个中国女生很苦恼，因为呢她跟一个英国男生已经约会5次了，并且都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呢她自己无法确定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由于她也是第一次就是跟外国男生约会，所以对这个约会的文化呢可能也不了解，然后她就去网上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想去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就发现这个西方的约会呢，就是不会明确的表达他们这个关系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就简单的说，就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会说你做我的男朋友吧，或者是你做我女朋友吧。对对对。然后他想，那我就再去问问外国的姐们儿，他就问了2个外国的女同学，然后那2个女生就跟他讲说，这个就是无法知道的。
还建议他，就是你不要直接问这个男的。为什么？他说这个男的会认为说你呀就是奔着这个结婚的目的来冲向他的，就会把他吓跑。所以那个2个女生也建议他不要问。那最后这个女生呢就是很纳闷，她就在那个帖子上求助嘛，因为她想知道，她又不能问，她就觉得很憋得慌。她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男的是认真的，还是说只想跟我玩玩呢？对啊，2个人都已经发生关系了，在中国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男女朋友了吧？还有不确定的事儿。我觉得如果这个真是他们那边的约会文化的话，那跟中国的文化真的差异好大哦。对的，虽然说 dating 在这个中文里翻译过来是约会，但是两者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中文里面约会呢，通常就是指2个人恋爱中的这个会面。对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听说你要约会了，大家都是那种就是默认说你是见男朋友或者是见女朋友。对对，但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 dating 里面啊，这个按我的了解啊，就是这个男女出去吃饭呀、见面呀，甚至是发生关系，然后他要来评估这个对方，我们2个适不适合啊，是不是最终有可能发展成一段认真的感情。所以他们的约会呢，这个对象也有可能不是只是这一个人，他有可能同时有好几个人一起在约。一个男生同时跟好几个女生在约会的话，在中国就会被称为海王了，那就是花花公子、渣男，真的是的，所以很多这个呼声就是说这个男生渣，他会觉得这个行为我们是接受不了的嘛。这个听起来你不觉得就特别像我们找工作的时候，这个 HR 对我们的这个简历的一个初步的筛选，然后呢会发不同的这个 interview invitation给这个候选人，你的面试邀约，然后这些候选人其实就是你的约会对象，然后你再见面，然后面试、相处、测评，看一下最终有没有合适的应聘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聊说这个女生会感到困惑，因为这个英国小哥所理解的这个 dating 啊，跟我们中国女生理解的约会的认知是不太一致的。你刚刚不是说这个他的外国姐们告诉他不要去追问这个男生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嘛，因为那个男生会认为他是奔着婚姻来的。但其实在中国，如果男女朋友在一起交往了，双方对这段感情通常都会有一个期待，觉得我们最终是会走向婚姻的。而且呢在中国还有这么一句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那就是耍流氓。所以有一些中国女孩会认为，如果说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段感情无法走到结婚那一步，那可能就不会开始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跟青春。对，如果你在跟中国女孩 date， 那最好是要跟她先解释清楚，就是这个 date 是跟中国的约会是有区别的。解释清楚了之后呢，我觉得应该会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不必要的这个误解和矛盾。类似的疑惑很多。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女孩呢，她是跟一个美国男生约会，2个人呢互相都说喜欢对方。一开始这个男生呢有向这个女生提出要滚床单，这个女生呢说她是第一次，然后觉得呢又跟不是自己男朋友的男人滚床单呢觉得很奇怪，但是对方呢又不再去确认关系，可是又一直在约他。然后每一次跟他这个男的提到这个问题，他都是说我们就是 just friends。 然后女生就觉得很疑惑，这个男的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就想搞明白。最后呢这个男的就回他的国了，女生呢就直接问了他说我们俩的关系是不是 FWB， 就是 friends with benefits。 然后他回了一条信息，我把这条信息给你读一下。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fun and interesting. Nothing complicated. So keep it simple. I like you, you like me. Keep it light and fun. 哇，真的好渣哦！我觉得这个女生抱怨她抱怨的合情合理。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friend with benefits， 这个用中文怎么说呀？炮友。
这个不是朋友，是炮友。好吧，我理解了。这个女生刚刚提到了一点，跟不是自己的男朋友的男生滚床单很奇怪。其实这个就特别符合大部分中国女生的一个这个认知的逻辑，就是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性呢是恋爱关系中的一部分，所以说在非恋爱关系里发生的话，会觉得有一些不妥当，而且还会认为说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可能男生是要负责任的。从这里就能看出中西方在约会文化中的巨大差异。中国人普遍认为性是在确定关系后发生的，而西方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先试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再考虑继续发展，对吧？是的，是的，有可能试了之后发现不适合，那就大家一拍两散。所以说你跟中国女生约会的话，尤其是一开始就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就会容易把这个女生也吓跑，然后还会给她留下一个这个不太好的印象。除非两个人已经看上眼了，就是这两个人一见钟情那没事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如果说是你一开始就要提出这个事情，那会让人觉得你太开放了。我们讲的开放都是那种开放，是带有这个贬义色彩的。是，刚好我们第二个这个要抱怨的点，就是说外国男生啊，在性方面谈论上或者是有一些思想上太开放了。怎么说？就是我们讲说在谈论这个性话题上也可能太直接了。以前我在深圳的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班嘛，然后我们学校里面也会有外教，然后一次我们一帮同事下了班就去喝饮料，然后聊天，几个外国男同事呢就在那里聊，其实女同事也会聊，但是男同事就在那聊他们女朋友的事儿，而且还非常非常自然的谈论到他跟他们女朋友的性生活，谈论到的具体就是很多细节。当时我坐在那里觉得好尴尬，就差没脸红了。他们会就是特别直接问你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之前也有一个这个阿根廷的朋友，然后呢他会问我，他说你几年都没有男朋友了？我说对啊，那怎么了？他说 How can you survive？ 我说哈，我说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他说那你难道不 touch yourself 吗？你是怎么活的每一天的？我说难道你每一天都要 touch yourself 吗？他说不，你们俩很熟吗？还是说不是特别熟的朋友？就是还算是比较熟悉，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亲密的那一种。但是他会突然之间问我这个事情，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有一点小吃惊。我觉得这种应该还是有点过了吧，一般除非是很要好的朋友才会问的这么直接，但如果说是普通朋友的话，这样问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礼貌？可能有一点。然后我后来还把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因为她想练这个英语口语然后我想说那你就跟她聊吧，她虽然不是英语母语的，但是也会说英语。中国人吗？对，我的中国女生朋友。然后我说那你们两个来聊一下，练一下口语。后来我就采访他，我说你聊得怎么样？他说他好像比较喜欢聊感情话题。我说你还感情话题？不就是两性话题吗？说的这么委婉。其实我也不太习惯跟外国朋友聊这种话题，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中国朋友之间哪怕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都很少会这么直白的去谈论这个话题的，对吧？对，但是我们呢说实话也会聊，但是不会说是直白的聊，就是我们聊吧都是加了密的加了密的聊天。对，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外国男生公然谈论性话题的行为，我们就叫做开车。然后这个说话的人我们就叫做司机。那如果是经常开车，那他就是老司机。所以你那个朋友是老司机了。对，开车这个词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理解的是因为我不太关注当下的热点啊什么的，很少去看那些评论，所以感觉跟这些网络词都脱节了。然后也是后面
不经意的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关于司机，然后我听，我说这个什么司机，为什么我听起来觉得没有那么单纯呢？然后后面我去百度了一下，就理解了。好，就是在这个方面上还需要百度的同学，我都觉得是很可爱的。那我再问你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网友啊还会在网页上就是发这个深夜求车，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会是约炮吧？就是在这个夜深人静啊、寂寞辗转难眠之时，想看个片子来放松身心。然后这个片子呢，你懂的。然后我懂的。就有一些网盘啊，或者是你存储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做停车场。然后这个停车场里可能会有各种车型，比方日产车、欧美车，各个国家的车都有。所以这里的车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车，对吧？对对对，你要上，你看你现在就上道了。我看你懂得好多你还说人家开放，我看你一点也不含蓄嘛。你这也是老司机了。我只是比较喜欢研究这方面的知识。既然中国人也聊，那为什么有一些中国女孩会对外国人开车的行为感到不自在呢？那其实你看，刚刚我们聊到这些词，你也能不难发现，其实都是比较隐晦的，就没有说很直接的就在说，哎，我们今天聊一下性话题，或者哎，我们今天聊一下性生活，就朋友之间哪怕开玩笑，你也不会说没事有事就说，哎，我们聊一下这个方面。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那些词汇整天挂在嘴边，也不会觉得很奇怪。你记得你上次给我发过一本书，是你的朋友发给你的是吧？ How to live 对，你说一下那个书名，我觉得好搞笑。对，他是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什么意思？什么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想看我们又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想看，那永远是无中生有系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想看，然后哪个别人就会说我有一部朋友刚好有，其实就是那个人有。那个书名就叫 How to Live with a Huge Penis。 这在中国绝对不会这么直白的去命名一本书，对吧？是的，是的。上一次我在翻手机，然后我另外一个女生朋友也看到这个书名，她说哎呦，看不出来吗？平时看的书是这样的。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喜欢将这些词加个密码，为什么不直接的去说呢？其实这个跟我们最开始接受的性教育有关系。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就是相对是保守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是有这个性教育课的。然后这个上课的老师很尴尬，然后听的学生也很尴尬，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们就去读课外读物吧。这个读物的名字就叫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就是都是藏藏掖掖的。所以那个玫瑰是什么？这个我一开始也没有领会到其中的意思，但是估计应该是想说这个是带刺的玫瑰吧，让小朋友不要随便去触碰。原来是这样子。像这种性话题，其实在家庭里面，父母也很少，或者说甚至完全不会跟孩子去讨论的，因为父母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最后大家都是无师自通。就是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高中那个时间是看《色戒》的时候。你看过《色戒》没有？没有，不是，但是我知道是谁演的。张柏芝，汤唯啊？好吧，那我记错了。我以为是，好吧，我的错。对，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是流行看《色戒》，那个《色戒》是刚开始上映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的高中同桌就去电影院里面看。然后回来之后我说这个片子怎么样，大家都是那种特别好奇要问他，他说哎呀别提了，气死了，说想看的部分都被删掉了。他说因为是删减版，是在这个电影院里放映的，有小孩对，然后后来这个又有神通广大的同学搞到了一部完整版，然后这个完整版的电影啊，从我们班
第一名，就是按这个座位排，这个考到了 U 盘里，每个人回家都看了一遍，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对，大家都会觉得哎呦终于轮到我了。看完啥感觉？看完了没觉得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是有点暴露所以大家都是自己去研究的。这个方面真的没有说家长啊父母啊会坐下来跟你开诚布公的，或者说是认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男生偶尔的也会开车，但是我觉得他们通常不会当着女生的面，因为这可能会给女生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觉得这个男的很淫秽、很不正经，不是个好人。对，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女生是不习惯，一个男生在她面前大谈性话题的。所以呢，我建议外国男生在跟中国女孩聊天约会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注意一下，否则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下次都不敢出来跟你约会了。对，另外的一个抱怨就是觉得跟他们吃饭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吃的，就比方说太辣的，就大部分的外国男生应该不太能吃特别辣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动物的内脏，就是肠子呀什么这个肠子肚子都不爱吃，那多好吃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四肢，这个这个对，什么鸭脚、猪脚，然后鸡爪子，然后这个鸭脖，各种头，还有猪脑。对，头类的猪脑、兔头。你吃吗？这些东西？刚刚提到的，除了兔头以外，我都还挺喜欢吃的。猪脑我也非常喜欢吃。真的吗？对呀，猪脑多好吃啊！你不吃的话，人生真的是不完整的。所以外国男生的人生有一部分也是不完整的。我跟你说，我之前有听过，是有人吃猪脑的，但是我没有亲眼见过。然后这一次我最近回了老家一趟，我跟我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出去吃饭，也是吃火锅，然后他就点了各种东西，最让我震惊的就是猪脑。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猪脑，我当时说这个能吃吗？然后他说好好吃啊，你尝一口。我说我不尝，你吃，我看着你吃就行。真的好恶心啊！你是第一次看见猪脑本人，猪脑本尊让你震惊。那猪脑好小哦，我说对呀，这猪的尺寸还是挺大的嘛，这脑子怎么就这么一点儿？真的就这么点儿？你是在说猪笨吗？因为脑子小。对，但其实确实是啊，猪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时候会被当成形容词来使用。比如说你想要骂一个人，说你这个人很笨，对，我就说你这人就是一头猪，对吧？意思就是说你真笨。对，哎，你说一下那个猪脑是什么味道？猪脑啊，原来你这么一说，我原来也不吃，就是在这个东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流行。但是来到了这个江浙这一带，来到了这个南方以后呢，我就吃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南方人喜欢吃咯？对，也是在吃火锅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的。我一吃，哎，真好吃。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的东北的这个同学啊，大家都说，哎呦，你现在不得了了，你都这个东西都敢吃。我说就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但是吃起来就是特别像特别嫩的豆腐。不是说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样子真的好吓人。反正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不会吃猪脑的。你的人生不完整。对，下一次我们应该一起去吃火锅。我不吃，我不要，太吓人了。你不觉得这个内脏的这些东西翻译过来，就是比方说我们说鸭血啊、猪血啊，翻译成英语听起来确实就有点难以接受了。Pig food 对，就感觉这个 food 是应该是一个有作用的东西，你怎么拿来吃了？就是，而且听着好像还觉得有脚气呢。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我一个那个美国的朋友，他说他跟一个中国女生约会吧，你知道有很多步行街上都会卖这种烤猪蹄，然后这个女生呢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烤猪蹄，然后这个美国男生就说，我从街头到街尾举着这个 pig foot，就像一个 lollipop，
但是我就一直在啃啊啃。他说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心里难以接受，但是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想这个抱怨的重点就在于，如果说一个女生的男朋友是外国人，然后这个女生呢有很多很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是发现这个男生一点都不兴奋，为什么你要吃这个东西？然后就不去，所以他的人生从此就不完整了。对，或者是暗淡了。就是对，有些东西吧，可能两个人一起吃，觉得更有劲。而且他们还不吃骨头的，我觉得这个我难以理解。骨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欣赏呢？骨头吃起来费劲啊，要啃来啃去的。但是好鲜美啊，不觉得吗？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喜欢吃那种一大块的肉，然后他们就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胸肉，最难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鸡肉，我们是一整只鸡，从头，从它的脑袋，从它的肠子，从它的犄角，它身体所有的部位我们都要吃掉。鸡屁股可能有的人都要吃，都不会浪费，每一只鸡都不会白死。对，是。另外有一部分呢，他们可能就是素食主义，他们就不吃肉。在中国如果说跟一个素食主义的男朋友交往的话，确实挺麻烦的，因为几乎找不到合适的餐厅，尤其是在小一点的城市里面。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也是从外籍过来的，就是从比利时来的这个同事，他可能就是不吃肉。有的时候我们吃外卖，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吃外卖。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餐厅里面大部分都是带肉的嘛，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不爱吃，他就会特别谨慎的问我们这个里面有没有肉，说不要太辣，也不要太多肉，就是这两点一定要这个完全的确认。我认识一个女生，她的男朋友就是不吃猪肉的，然后每一次出去点餐或者是去超市买零食吃，都要很仔细的研究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猪肉的成分，就会觉得很麻烦，就每一次出去吃饭还要提前选好久的餐厅，而且点菜的时候也特别麻烦。这个是我听到她唯一对她男朋友的抱怨，就是在这一方面，吃东西真的是太麻烦了。你在喝什么？我这是水，你看我2个杯子，这个是咖啡，喝一下精神一点。你还有点 fancy， 还有一个吸管。因为我涂了口红，我怕喝到杯子上了，但是后面还是喝上去了，你看。第4个抱怨是什么？第4个我看到的是觉得外国男生很脏。是吗？对，就是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女生抱怨她的这个土耳其的男朋友脏。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穿着鞋啊，或者是不洗澡啊，或者是你这个外衣没有换啊，是不能直接上床上的。进屋我们会换鞋，他们可能就光脚，然后光脚的话又会上床。所以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不洗澡就直接上床。然后呢，晚上这个人还不洗澡，直接就上床睡觉，就早上就看到这个枕头又有油印，然后看到之后，这个女生就内心就是狂火愤怒。他是晚上不洗澡，然后早上洗澡，对吧？对，我发现很多外国人真的是早上洗澡的，晚上不洗澡。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原来我们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同事，那个男同事就是每天早上可能4点半，他就是起得很早，4点半他就出发，然后骑自行车，骑半个多小时，骑到公司人又臭了，然后他就去我们公司那边再洗一个澡。我就发现他早上都是在早上洗澡。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惊讶。有一次，当时我跟一个来自美国的朋友聊天，就不知道怎么着聊到了洗澡这个事情，我就得知他是早上洗澡，晚上不洗澡的。然后当时我还嘲笑他，因为我觉得那这白天一天你到这里走走，到那里逛逛，你这流了一身的汗，然后就往床上一睡，那我身上也有很多细菌啊，那很脏啊。我把我的道理给他讲了一遍之后，他觉得挺有道理的，然后从此之后他就洗2个澡，早上洗一个，晚上也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进门啊，常常忘记换拖鞋，因为我们特别喜欢穿拖鞋，进了门之后就把外面的鞋换掉。
但是很多老外呢，他都是不穿拖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啊，他进来在厨房里放下了东西之后，才回来把拖鞋换了。那有什么作用呢？那你们家换拖鞋吗？换拖鞋，你们不换吗？我们家不换的。我们家是在农村，农村都是那种大房子，然后门口是有院子的。如果说换拖鞋，其实是很麻烦的事儿。但是呢，后面也流行起来了。然后我妈就想说，那我也来实行这个换鞋制。所以呢，她把家里啊楼上楼下全部拖了一遍，就拖得很干净，还在门口摆了好几双拖鞋，干净的拖鞋。但是我爸进来的时候，要么就是忘记换了，就直接穿进去，然后走到一半，哎呀，好像不对，这地怎么脏了？然后又来换。但是呢，等他换上了拖鞋之后，他走着走着他又忘记了，他又走到院子里面去了，然后又沾了一身的泥，又到了为时已晚。对，所以我妈后面就放弃了，说算了，这个换鞋就再也不要换了吧，我也懒得搞了。但是我发现在我们家里，如果不换鞋，会得到全家人的这个反对。然后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就是维持家里这个干净卫生的这个秩序。还有一个就是在网上看到的是说，在洗衣机洗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会把内衣外衣分开吗？这个外国男朋友啊，会把他的这个鞋子也都放到了洗衣机里一起洗，就是完全没有内衣外衣的这个界限。这是我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因为我们父母也是这么做的，就觉得内衣是靠近我们身体的，所以一定不能跟外面的那个有细菌的衣服放在一起洗。他们的逻辑可能就觉得反正是扔进去了一起洗了不就干净了吗？我还听过有一些外国人会把那个洗碗的那个毛巾就是沾了油的也放进去一起洗，还有抹布什么的。我好同情这个洗衣机虽然说是他的工作，但是他不需要承受这么多。还有一个女生吐槽的就是说，跟外国男生一起出去玩收拾行李的时候，他把这个行李箱啊直接就放在床上，然后你想行李箱那种东西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历经了千山万水，竟然回到了你的床上。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完全不能忍，简直要炸掉。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看到别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真的就觉得抓狂，想要发飙。如果是特别爱干净的那一种，确实是的，尤其是像我家里的人，我的阿姨我的姨特别喜欢搞鞋子，把鞋子弄得特别干净，她的每一双鞋我都可以这样讲比我的脸干净。如果你们的女朋友要求你换拖鞋的话，你还是换一下吧，不然把人家弄得疯了哟。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抱怨了。关于刚刚的抱怨，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可以留言讨论。如果你的另一半也是中国人的话，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平时在相处过程中会因为哪一些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呢？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Gwen，拜拜，拜拜，拜拜，Lin，拜拜。